大家好，我是尼尔瓦纳老师。最近有朋友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：马桶跟马有什么关系？马桶为什么不叫人桶？它不是人用的吗？那马桶为什么姓马？为什么不叫牛桶？为什么不叫羊桶？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马桶的故事。最早的时候，中国的古人怎么上厕所呢？在周朝以前，周朝大概是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。公元前就是这个意思。在周朝以前，人们想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会去屋子外面挖坑，挖一个坑，然后解决问题。这个意思，口语叫拉屎、拉粑粑，礼貌一点的话可以叫上大号。那时间比较短、速度比较快的那件事儿，怎么说呢？对，可以叫上小号。如果是书面语，比如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医生，我最近排便不好，我最近排便的情况不好。医生也会问我们：最近你排便怎么样？最近你排便好不好？到了周朝的时候，人们开始在屋子外面挖坑，挖一个更大的坑，然后在大坑上面建造一个简单的房子，然后还需要在大坑上面放2个木板或者石板，这样就 OK 了。可是，古代最早的厕所有危险，有什么危险呢？因为一不小心呀，会掉下去。啊，这个情况不是开玩笑，因为在历史上真的有个国王，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掉下去了。周朝分成2段时间，一个叫西周，一个叫东周。其中，东周的时候有一个国叫晋国，晋国有个国王叫晋景公。有一次，他上厕所的时候，不小心突然掉了下去。可是大坑里的这个东西太多了，太深了，结果可怜的晋景公就这样死了。他是第一个这样死的，但他不是最后一个。到了汉朝的时候，人们觉得大坑太危险了，于是人们在猪圈的上面开始修建厕所。猪圈就是猪生活的地方，好像猪生活的房间，这样的地方叫猪圈。人们在猪圈的上面修建一个房间，这是最早的厕所。想要去厕所的时候，就爬上去。所以，在现代汉语里，我们会说上厕所，不说下厕所。例如，我要去上个厕所，上厕所的东西掉下去，
会成为猪的食物。古代的人会这样做，他们觉得这样的话不浪费东西，而且呢也不会弄脏环境。可是古代上厕所有个问题，古代没有灯，如果晚上去上厕所，只能靠月亮。但是很多时候晚上没有月亮，非常黑，走路不方便，很不方便，也不安全。那怎么办呢？于是人们就想，能不能在家里上厕所，不走出去？比如用一个小瓶子。结果，最早的马桶就这样出现了。因为这个东西的样子像老虎，所以人们就把这个东西叫虎子。谁发明了虎子呢？汉朝的时候，有个将军，他叫李广，他想到了这个方法。因为他的功夫很厉害，他曾经杀死过老虎。于是，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非常厉害，他就把最早的马桶做成了老虎的样子，并且给这个东西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虎子。可是用了一段时间，虎子这个名字不能用了，为什么呢？虎子这个名字从汉朝一直用到了唐朝。到了唐朝的时候，唐朝的第一个皇帝叫李渊，他的爷爷叫李虎。按照古代的规定，皇帝名字里面的字，别人都不能用了，表示尊敬。于是，虎子也不能继续用了，虎子不得不被改名字，叫马子。可能你要问，为什么叫马子？那为什么不叫牛子、羊子、狗子呢？因为在古代的战争中，骑马是非常重要的，马是非常重要的工具。骑马的士兵常常能赢得战争，比不骑马的士兵更厉害。马子到后面又有了新发展。马子最开始的时候只能上小号，不能上大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，它的样子有点像一个壶，或者说水壶，所以现在人们还在用这样的一类东西，叫做夜壶，或者叫尿壶。比如在一些农村地区，或者在医院里做手术以后的病人，他必须躺在床上，他不能动。那么他怎么上厕所呢？他就需要用这样的东西，这样的东西就叫夜壶或者叫尿壶。它的样子是不是很像古代的虎子或者叫马子？那么后来人们希望这个东西不仅可以上小号，而且也可以上大号，那怎么办呢？于是人们把马子变大了，变成桶，让它的肚子变大，这样的话能装更多东西。
这就是最早的马桶。马桶为什么姓马？现在你了解了吗？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